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，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追未来》第1季第2集。这一集，教授的星际快递公司正式开业了。由于弗赖几个人是新手，因此教授专门做了一个广告，让他们对接下来的工作有所了解。看见屏幕上的大鸟，弗赖发出灵魂疑问：难道那也是工作内容？当然不，都是些5毛钱特效而已。先吃早饭吧，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喜欢吃蛋。喜欢是喜欢，不过你这蛋好像放得有点久了。赫米斯哼着歌走进公司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弗赖还是没有习惯31世纪的食物，咖啡味熏肉，熏肉味柚子，还有魔鬼巧克力，这是给人吃的吗？正说着，赫米斯推着一个包裹走了进来。作为公司的会计，他负责运营快递业务和付账单。有了会计和送货员，还差一个船长。谁适合这个伟大的职业呢？是毛遂自荐的弗赖，还是酒鬼班德？算了，就利拉吧。作为船长，利拉要签一个协议，以避免公司因为未知因素而导致诉讼，比如减压舱失效、脑生寄生虫、急速腹泻等等。虽然很奇葩，但利拉签字保证会尽力减少人员伤亡，然后在协议上签了字。另一边，弗赖被教授拉来做身体检查。早就听说这个约翰医生与众不同，但没想到这么与众不同。弗赖想，还是人类医生适合我。约翰说：小朋友，我可是人类医学领域的专家，现在请跟着我说。啥？我母亲可是很神圣的，滚出去！弗赖被赶了出去。来到外面，大家正在为班德做清洁。咦，怎么多了一个小妹妹？原来她是教授的实习生，叫艾米王。她家在火星上非常有钱。一听说有钱，班德立马要为她表演节目，顺便拿走了艾米的钱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众人来到目的地月球。弗赖激动地走下飞船，这是弗赖的一小步，也是等候入场的一大步。月球早已经不是那个月球，这里被改造成了游乐园，大家见怪不怪。只有弗赖像个傻子一样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番，可包裹还没有送。看来不管到了哪里，工作都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。好在莉拉还算有人性，她表示只要送完快递，就可以带大家去玩碰碰车。玩果然是工作的动力。艾米来帮弗赖把箱子卸下来，干完后锁上门，憋出叉子。弗赖和艾米立马把包裹送到了仓库，可飞船钥匙却不小心被艾米掉进了包裹里。他们还全然不知，几人如愿的来到游乐园，路过一家卖纪念品的店。班德表示，这不就是一帮傻子买礼物送给另一帮傻子吗？说完，弗赖就贴了一块磁铁在他头上。班德立马发出猪叫，像个乡村歌手似的装疯卖傻，因为磁铁会破坏掉他的行为控制器。不过乡村歌手的确是班德的梦想。大家继续在游乐园里畅玩，看完了捕鲸人，又看疯狂的田鼠。弗赖觉得这演的都是些什么，一点也不专业，到处都是人造设施，还不如待在地球上。他真正想做的是像阿姆斯特朗那样在太空里行走，而不是看这些人造东西。但人造的东西才好玩，外面空空如也。班德说，你就是那种到了北京就只想参观长城的家伙。莉拉决定带弗赖去坐月球表面的轨道车，真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啊。弗赖认为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月球探险了，但是我们是月球上的捕鲸人，我们手里有鱼叉，这里根本没有鲸，我们唱着捕鲸歌只是在装腔作势。他气得把车开到了月球表面，这才是真正的探险，才是真正的月球。弗赖还想去找首个着陆点，莉拉表示那个遗址已经失踪了好几个世纪了，但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有好运。现在我想回去了，算了，还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吧。结果飞也没飞成，还是莉拉打开了氧气罐才把他救出来，不过也因此损失了很多氧气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难临头。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没了车，也找不到回去的路，两人只好在月球徒步。突然出现一个机器房，他们赶紧跑了过去，结果被主人当成是入侵者。莉拉解释，并问可以要一点氧气吗？主人说，在这里，氧气可不是从木头中释放的，要想得到，就得去我的农场里干活。能不能在日出前回到游乐园，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。弗赖表示没问题，他不知道月球的黑夜只有2个小时，并温度在-173摄氏度，他们的宇航服根本无法御寒，所以在日出前哪里也去不了。主人允许2人睡在机械房，但不能碰他3个漂亮的机器人女儿，有多漂亮，请自行体会。甜美型，丰满型。弗赖呵呵一笑，还不如莉拉呢。为了早点回到游乐园，2人开始干活。莉拉抱怨，都怪弗赖，非要到月球表面来。其实他只不过是废墟、干涸、无趣的蛮荒之地。对此，弗赖很生气。2人正争执着，却看见班德被主人追赶。原来在他们去坐轨道车的时候，艾米在游戏厅的娃娃机里看见了飞船钥匙，他想用娃娃机把钥匙拿出来，但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。班德告诉他夹娃娃的诀窍：左膝跪地，右仰62度，像这样。
可恶的机械臂，可能要耍些手段了。最后他不仅没有拿到钥匙，还被保安轰了出去。然后他就来到了这里，和农场主人的3女儿来了个爱的抱抱。此等耻辱，主人怎能忍受？一定要为女儿讨个说法。看他那长相，就知道是个不好惹的角色。二人慌忙开始逃跑，顺便带走了一瓶氧气。主人穷追不舍，就在快要抓住3人的时候，3女儿却放弃了，因为她爱他。没了主人的威胁，黑夜又来了。莉拉和弗赖继续逃跑，在逃跑的过程中，他们看见了首个着陆点。看来运气不算太坏，弗赖如愿在阿姆斯特朗的脚印上印上了自己的专属脚印。莉拉却说，那不过是个已经逝去的人的脚印，如果你再不上来，就会和他一样。可就算躲进着陆点，他们不被冻死，也会被饿死。弗赖感到很抱歉，曾经他幻想自己是名宇航员，但那也只能是幻想，因为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，他都不够格，而且没有人愿意和他相处超过1周。1周是有点长，3天可能行。班德还在外面被农场主人追赶，这次他开了一个更高级的机器。紧急时刻，艾米开着飞船解救了3人，看来娃娃没有白抓。在没有人来到月球之前，月球是如此美丽、浪漫又充满神秘，它能给人很多美好的遐想。它悬挂在高空中，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及。但当它被探索后，人们发现，原来那些神秘和美好都是假象。这里不过是一块大而无趣的石头，哪有什么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、吴刚伐桂，一切都是源于不熟悉而已。当假象被戳破，期望变成失望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那么不公平？其实不是世界不公平，而是一开始我们就错了，错在自以为是，错在期望太高。假象可以蒙蔽双眼，但蒙蔽不了内心。假象是对生活的最大包容，人生也可能处处存在着和谐的假象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曹妮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